如果有如果的世界，小伙伴们会许什么愿望呢？评论区来打出来。一日之计在于晨，社畜老爸都起来减肥了，大熊还俘虏连天。同一个世界，同一个老妈，太阳照屁股了还不起床，老妈的暴脾气一下子就上来了。这下大熊乖了，早睡早起身体好，晚睡晚起心情好。在大熊的世界里，晚上不就是嗨的时间吗？媳妇儿都上门了，大熊还在干饭。眼看爸妈疯狂嘴炮攻击，大熊只想逃，但见媳妇儿至少要注意仪容啊。静香都快迟到了，大熊还在磨磨唧唧，小年纪却有着社畜的命，上学就犯困，放学就精神。蓝胖子只好拿出如果电话亭，要帮大熊造就另一番世界。拿起话筒就要把日夜颠倒。一声铃声响后，世界安静了。此时的大熊依然半信半疑，可出门见媳妇儿，媳妇儿却嘲笑自己傻乎乎的白天去上学，说了句晚安就走了。大熊整个人都惊呆了，老妈更是语出惊人，脑子让驴踢了，还想白天去上学。这下大熊爽了，书包一扔就要先玩到嗨。可电视刚开就被爸妈抓包，日上3更，你不睡觉还想上天呢？可这么亮咋睡呀？大熊决定出去嗨，可太阳还没下山，女孩子出门会很危险。既然媳妇儿不给力，大熊就找上胖虎打棒球。胖虎可不会被规矩束缚，但却可以被虎妈吹成葫芦娃。至于小夫，被小夫妈成功截胡，美名其曰要睡美容觉，还不忘吐槽大熊彻日不归，很没家教。街上也空无一人，大熊走着走着，膀胱一扫，就发现有个小摊儿，原来人家是24小时营业。既然这么无聊，蓝胖子决定先撤了。大熊独自来到空地练球，那球技简直离谱，一个人打球，一个人翻花绳，还路遇警车呼啸而过。大熊路过学校，又穿过小桥，可皆是万人空巷。大熊上一秒还吐槽空无一人，下一秒就遇到了活人。大白天遇小孩，千年难遇。大熊本想逃，岂料大叔相当热情，要跟大熊不醉不休。大熊本以为要被拐了，警察叔叔神兵天降，可警察要找之人不是大叔，而是大熊，因为大熊彻日不归，给爸妈急坏了。大熊觉得爸妈太较劲儿，气得爸妈差点弄了个男女混合双打。蓝胖子劝大熊换回来，但大熊还没体验夜生活。终于挨到晚上，老爸伸个懒腰，又要出门当社畜了。儿媳都找上门了，历史却是惊人的相似。蓝胖子都无语了，谁让大熊彻日不睡觉，朦胧着双眼出了门。妇人讨论着赏月，神城忙着赶走起床气。街道很暗，却是车水马龙。好不容易到了学校，大熊一句早上好都给老师惊呆了，明明该说晚上好。到校后的领导讲话，大熊站着都能睡。至于体育课，大熊更是苦不堪言，这么爱打球，不被砸才怪。至于考试，大熊睡得就更香了，被老师无情罚站，失落的回到家，觉得这个世界跟自己格格不入，认为大熊应该认识到自己的任性了。蓝胖子决定换回原世界，岂料大熊还想抢救下，决定颠倒的更彻底些，白天变暗，晚上变亮，白天叫黑夜，黑夜叫白天。脑子不够用的蓝胖子以为这是要灭世了，可铃声响过后，世界还是那个世界。那么小伙伴们觉得有区别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只要按下手中的按钮，就可以让2个人实现交换人生，不仅能让你当上小镇恶霸，还能体验富二代奢侈生活，更甚者还能让你变身老师，教坏下一代花朵。大熊的日常无非就是吃饭睡觉上课迟到，今天喜提迟到的他激动地在厨房玩起了蹦迪，还一招尿不湿对脸杀激怒了老妈。逃回房间后，大熊便开始自省，在家被老妈骂，上学被老师批，出门被胖虎打。他不明白为何世界如此和平，他却过得如此和平。他很担心自己无法苟命到成年，于是小多拉寄出了人生交换机，可以让2个毫无相关之人的人生发生对调。但小多拉还是希望大熊能够走他自己的路，毕竟只要有恒心，250斤的胖子也能瘦成针。只可惜他还没内卷完，迟到的大熊就已冲到了学校。就在老师指着他要破口大骂时，他脑子一抽，决定来点阴招。只见他用人生交换机对准老师，下一秒老师被洗脑，竟主动认领了罚站的名额，而大熊也顺理成章站上了讲台。可他脑子里装的全是水，于是他决定今天全天自由活动，带着孩子玩起了绕圈站座。即便被撞了个大逼斗，他也只是一笑而过，直接被同学授予了全校最好老师的称号。玩了整整1天，终于玩到了放学时间。大熊走出教室时，罚站1整天的甄老师都快委屈哭了，他这才肯将自己偷来的身份归还给老师。
放学的路上，小夫拿着一张照片，疯狂内卷自己要去哈利波特首映会，殊不知自己早已被大雄盯上。大雄在小夫家门前按下按钮后，便与小夫交换了身份。小夫总觉得哪里怪怪的，但又不知道哪里怪。他刚来到大雄家，老妈就手提3张0分试卷，要大开杀戒。小夫觉得自己智商没那么高，不具备错过所有正确答案的能力。与背锅的小夫不同，大雄一进家门就喜提3层蛋糕，还是法国私人定制款。听说这东西贵到炸裂，大雄二话不说就变身吞高手。刚一吃完，夫哥就手拎钥匙，要用全日本仅1辆的超跑带他去看哈利波特首映会。岂料这时，胖虎手拎大棒，要绑架大雄去打棒球。眼看小镇恶霸都杀到家里了，夫哥立马认怂，直接把大雄送给了胖虎。而躺在家中被迫午睡的小夫也没能逃过，被胖虎拎着大棒挟持去打棒球。于是大雄一不做二不休，直接跟胖虎交换人生，变身小镇恶霸，还自认了投手的位置。岂料他那球技简直离谱，一套前戏猛如虎，棒球直往脚下扔。大雄这才恍然大悟，跟胖虎交换的只是人生，但力量什么的还是属于废柴的自己。在一套行云流水的骚操作后，对方选手一个个跑过全垒，一个回合就输掉了77分。胖虎顿时杀人的心都有了，虽然铁拳都亮出来了，可他现在是大雄，只能猛然哭泣。看着众人要背刺的眼神，大雄一脚地板油直接撒油那拉，还不忘强调这都是胖虎干的。就在大雄结束胖虎的人生时，他又遇到了静香，于是二话不说老色批上身，跟静香换了身份。静香回到家时，吃货小多拉整个喵都惊呆了。与此同时，大雄代替静香6指连弹释放噪音，还被老师的严厉吓到石化。好不容易回到家想睡个美容觉，又被老妈要求泡澡早洗香香。而变身大雄的静香继承了大雄的老色批属性，要主动去媳妇家看媳妇。小多拉生怕妹子累倒，主动掏出了任意门。可当静香打开房门时，竟看到了一丝不挂的大雄，兴奋的就是一声尖叫。而大雄也搭着任意门回到了自己家中，体验了3个人的人生。大雄终于明白谁都不容易，于是他决定把道具还给小多拉。可在还之前，他还要坑下猫，毕竟今天玩了一天，作业总得有人做呀。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大雄想跟爸妈去点爱情经，差点害10年夫妻就地散伙。老妈难得拿出82年尘封的牛排，这香气成功召唤俩吃货。看着一整桌的美食，大雄都惊呆了，因为今天是个大日子，爸妈的结婚12年庆。男方的正在道喜的时候，老爸回来了，看着老爸手握爱的玫瑰，老妈觉得不枉此生，这就是最简朴的爱。大雄难得吃一顿大餐，当然要吃着碗里的贯彻八卦魂。12年转眼即逝，可爸妈的爱情故事大雄却不知。大雄迫切的想跟爸妈叙爱情经，老爸当然希望大雄早日脱单。可当老妈说出爱情就要男方主动时，老爸当场震惊了，因为是你这个大龄剩女着急嫁。老爸放下碗筷，当着俩孩子的面，宁可丢掉10年真爱，也要把男人的尊严挣回来。看着爸妈互不相让，还一言不合就要把结婚纪念日变成离婚纪念日，大雄慌了。可看着两人都一口咬定对方才是撒谎精，大雄也难断家务事。为了不让10年夫妻原地散伙，大雄两人问出了当年的时间、地点、人物，想要侦破这桩奇案。两人坐上时光机，向着真相进发，来到了12年前的陆木公园。这是一个求偶圣地，大雄只是膀胱一扫，就发现了貌美如花的老妈。为了展现大眼美女，老妈褪去了眼镜，但老爸犯了大忌，约会迟到整整1小时。老妈虽然气，可看到老爸的身影，还是换了副嘴脸。可老爸脑袋去根筋，就说是表不准才迟到。关键这表还是老妈送的定情信物。既然老爸一直犯忌，老妈也不再相信爱情。老爸这一追，差点成了狗子的磨牙棒。脱险后，老爸迈着小短腿一路寻案。另一边的老妈因为没戴眼镜，半米开外皆是男友。等老爸赶到时，就看到老妈已跟隔壁老王好上了。俗话说，生活要想过得去，头上必须有点绿。但老爸铁血真汉子，坚决不当接盘侠。直到隔壁老王开口说话，老妈才觉察出异样，拿出眼镜这一看，这张河马脸，意思我可看不上。这次轮到老妈追老爸了，大雄都看懵了。可当老妈找到老爸时，老爸正新人胜旧人，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。老妈决定不再相信爱情，可这妹子竟是老爸的亲妹妹。明明两人都深爱着对方，却因为误会渐行渐远。老爸喝着82年的咖啡，要当自由人。老妈虽失落，但还想相信爱情，本想再给对方一次机会。可出轨这事儿不能容忍。如果两人今天不求婚，世界上也就不会有大雄了。男方的只好拿出模仿机器人，只要盯着老爸看3秒，就能变成老爸版的天线宝宝。老妈正伤心寂寞冷，老爸就出现了。看着老妈铁石心肠，大雄抢过麦克风就说起了情话：“我在公交车上有个高压锅。”岂料正是这句话让老妈动了真情。
两母子决定见好就收，让老妈来广场花坛处集合，然后再盯着老妈看3秒。老爸正面就等到了老妈，老爸死要面子，可老妈一句爸爸，让老爸破防了。这车开的司机都刹不住，更不要说老爸能否扛住了。西安的广场喷泉处，两个相爱的人终于相见了。大秀两人大功告成，重返现代，可家中一片漆黑，难不成两人已去领离婚证了？大秀两人火急火燎冲出家门，却在田野中看到了老夫老妻。现在的生活是如此幸福，又何必纠结曾经的真相呢？